上古大劫后，仙不可续，黄庭和幽都共治世间。数千年后，皇权没落，八大世家把持皇庭。幽界乘机大举封神，侵吞人界权柄，一时间群魔乱舞，妖物横行。各种苛捐杂税，加上给幽都众神的供奉，让底层百姓苦不堪言，民不聊生。姑娘，给你香。谢谢啊。哎呀，希望幽神老爷能大发慈悲，让我们今年能吃个饱饭。卖柴火喽！杨老伯还在卖柴啊？是啊，卖些柴换些贡品给幽神大人，抢些水。吃吧。休要伤人！狂口小儿，竟敢咬我吃饭！拿命来！大蛇打7寸，拆蛇随便拆，拆尾，拆腰。开井，泄河。哎呦，真是好身手啊！蛇妖都能降服，不愧是世代捕蛇的捕蛇者呀！小英，刚刚真是多谢你了。祥老伯说的什么话？当初我初来乍到，无亲无故的，要不是您老接济，我许英早就饿死了。我记得你和我说过，你的祖父和你的父亲都是捕蛇者，死在捕蛇上。如今，你做着捕蛇的徭役也有6年了。捕蛇如此凶险，不如……祥老伯，快打住！我做捕蛇的徭役可免赋税，还可以活下去。若是恢复税赋，只怕要不了多久便会饿死。罪过，罪过呀！一蛇虽毒，那也毒不过苛捐杂税呀。这是我说的。我叫牛元七，我是一条蛇妖。
好吧，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我从家里的藏书上看的。说起我家呀，那可谓是蛇妖世家，满门清贵，世代书香，源远流长啊。扯远了，我外祖父是蛇妖，死在捕蛇者手中；我父母也是蛇妖，也死在捕蛇者手中。而今我120岁了，以为能逃过一劫，修成蛟龙，吃光那些王八蛋，没想到今天也要死在这个叫徐英的捕蛇者手里，命苦啊！后脑勺的骨头结实，等他一会儿来看我之时，我冷不丁一仰头，给他来一口狠的，送他去见他祖父和爹娘。啊，什么声音？我就知道徐英不是普通捕蛇者，他竟然在修炼。吞纳日月精华，这是妖族功法，他不是人吗？怎么可以修炼我妖族功法？这锤炼气血的速度比我还快，怎么做到的？啊，这徐英究竟是什么人呢？啊！蒋老伯来了。进来坐会儿啊。不了不了，小英啊，我是来叫你去拜神的。拜神啊？蒋老伯，你看我穷的叮当响，也没什么东西给那草头神上供，就不去了吧？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哎，去祭拜磕头也是个心意呀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不去找他老人家心烦了吧。小英啊，这半个饼子你拿着吃吧，莫饿着。幽神老爷大抵也是看不上这点的。你这蛇妖可看够了？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我并非好杀之人，我问你答，否则弄死你，明白吗？你是怎么成为妖怪的？啊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我祖父原本是普通的毒蛇，有一日呢，误入秦岩洞，得了2卷经书和1葫芦丹药。祖父吃了丹药，突然就开了窍啊，能够说话、识字、读书。于是便按照经书修炼，就成了妖怪啊。后来祖父把经书传给我父母，我父母又传给我，可算传承有序，家学渊源。经书拿来让我看看。这个，金国木，大日导引功，还有象力牛魔拳。你一条蛇，没手没脚，居然选择修炼拳法。有的练就不错了，我哪有资格挑三拣四？这大日导引功比我练的太一导引功差多了呀。只是，又是这种莫名的熟悉感。果然，也是只有采气期的功法。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多都是我妖族功法？你以为我只捉蛇妖吗？方圆数十里的妖怪几乎都被我捉过，他们的功法通通只能修炼到采气期，没有后续功法。包括我的太一导引功也是如此。这一定是人族老的阴谋，把我妖族的功法统统毁掉，只留下采气期功法。那为何不干脆点全都毁了？可见另有隐情。象力牛魔拳，有点意思。
快点啊！有神老爷保佑。快下来！我一个月只吃你们2顿饭，你们孝敬的食物还让我吃不饱。你们蒋家田还想不想混上一份丰衣足食？这是本次祭祀各家供奉之物的名册，请幽神老爷过目。有人空着手来的，是恼了我修炼这功法的时候，怎么从未出现过这般动静？以气血催动，这响力牛魔拳很适合我修炼。我听说呀，这次拜神，蒋路他什么贡品都没有上呢。哎呦，你才听说呀？我告诉你，他们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，哪有钱准备贡品啊？真的假的呀？那幽神老爷哪能轻饶了他？谁说不是呢？回幽神老爷，去年的收成不好，小人家中已没有可做贡品了。江路，把你女儿献给我。使不得呀！求幽神老爷宽限我2日，不1日，小老儿定将贡品献上。我现在就要你的女儿。小老儿叫不上睡，小女被官差老爷带走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孝敬了官差，你孝敬了我。当我们幽界比不上人间的官府。幽神老爷息怒，小的知道老爷看上了蒋路家的姑娘，因此花钱把她买了回来，打算今天就送给幽神老爷。来人，把新娘子请过来。幽神老爷开恩呐，放过我女儿吧！求你开恩呐！求你了，我就你一个还是蒋员外。幽神老爷，求求你了！幽神老爷，求求你！
佑神老爷，求求您放了我女儿吧！佑神老爷，佑神老爷，小老儿给您磕头了，给您磕头了，求您放了我女儿吧！你的家的农田1年只给3只的涨税，求求你了，放了我女儿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！闭嘴！你女儿是蒋文爱上供给我的，和你没关系。你的田里1行涨税也没有，活该磕死你这王八蛋！现在就洞房，不必等到晚上。老爷说的对，现在就是良辰吉日。你们都快走吧，别在这里扫了幽神老爷的雅兴。我还怎么活呀？哎呀，幽神老爷！沈老伯今天的贡品落在我那儿了，我帮他送过来了。幽神老爷，员外，把尸体打扫干净，不要扫了我的雅兴。是，徐阳，把尸体搬出去，快点的！你个小崽子，耳朵聋了！徐阳，把尸体搬出去，幽神老爷要动堂了！徐阳，你呆了？快去啊！我叫你快去，干什么呢你？慢点吃，我噎着。为什么你高高在上享受着我们的功夫，却还如此欺辱我们？徐阳，你听见没有？只是想活着。你们这些刁民就不配活着！既然如此，你幽神老爷也就不配享受百姓的香火。你耳朵聋了？杀人的，我更想杀的是你，杀鸡！母子两立。等等，你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强，你打爽了，这次轮到我了。哦，哎呀，哇！看样子这小子是没了玩喽。母子两立。你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强，你打爽了，这次轮到
传人，修炼功法也没用，我浑身疲力量的功法吗？按照这个想运行气血吗？枪里牛魔拳！将力牛魔拳第一式，气冲幽脑！这力量怎么可能？竟敢伤害本神的身体，死无葬身之地！将力牛魔拳第二式，双击临门；将力牛魔拳第三式，红运上头。不愿意了，项羽！我错了，我肯定会保证村里五谷丰登。岳川，本神怎么会向一个蝼蚁求饶？什么蝼蚁？问天历数何罪官？你骗我！这一拳打你鼻子假魔，这一拳打你欺负将士害死，这一拳打你不干神事，这一拳就是想打你！我在右都和黄天造谣灭口，你杀我便是仇人间苦海何曾煎熬？对不起，阿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乡亲们，不用害怕了，我把坏人打死了。为什么？妖怪啊！罪过呀，罪过！我是在为你们出头啊！哎，别看！你们不应该怕我。我没错，我打死的是坏人。这些年，多谢你们的照拂，小样给父老乡亲们添麻烦了。海英，谢谢你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保重。这许英，短短片刻就把香里牛魔拳修到5重，这拳法我修炼了几10年，结果，不行，我得让他教我啊！
就在许应逃亡之时，他弑神一事，却引起了零陵城隍和8大傩师世家之一的周家这两方势力的注意。父亲，蒋家田出了一件案子，一个叫许应的捕蛇者杀了员外郎，又打死了蒋家田供养的幽神，目前在逃。能打死幽神，这捕蛇者是傩师，这就是我想要和父亲说的。这些是从许应家搜出的。妖族采气气功法，这许应修了妖族的功法。大人看后面的批注，这个许应的批注简直是狗屁不通。白痴！此人对妖法的理解已经到了极深的程度，我周家钻研此道的族老，只怕也不如他。这些妖法，不过是一些只有采气气的法诀的残破之物，为何要？妖族功法一事，干系甚大，传我命令，零陵周边所有幽神，官差、傩师，全力擒拿许应，要杀他。我要活的。小神领命。还有，若是让周家的傩师先找到这许应的话，那你就果断杀了他。必须保证这个许应，哪怕他死了，尸体也不能落在周家手里。你们守住各个路口，一定不要懈怠。那个叫许应的一定会从此地路过，不能放走了他。糟了，到处都是人。哦，哼，大伙呢？哪里来的小妖？拿命来！山雨欲来！傻子才等你知道。大胆贼人许应，奉城隍之命，请不改呀！好许应，你们想退下？就是现在！恭喜发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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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红珊珊真难缠。好在她速度太慢，不然真要翻船了。哎，我说元兄，哎，这牛兄，
家族修炼的是象力牛魔拳，因此取了牛姓。我出生时，父亲说我们这种毒蛇古代称作元，我排行第7，于是给我取了名字，叫做元七。牛兄，象力牛魔拳中的牛字，意思并非把自己修炼成牛魔，而是修炼这门拳法时，精神如牛魔一般，无有畏惧。这门拳法与牛没有半点干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家族对象力牛魔拳的理解错了？我的名没错，我家的姓是错的。要不，你改个姓？家主姓牛，家父姓牛，我岂能数典忘祖啊？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就叫元七。这倒是不提姓了。你刚才喊我什么事啊？你说我们可去无望山避祸，那是何处？我那秦岩洞啊，就在无望山，是座上古遗迹，到底是个藏身的好去处啊，就是需走200里。200里啊！算上刚才那个追我们的山神，已经有10个了吧？我们离开蒋家田去无望山，这还没走出几十里，就遇到了这么多幽神拦路。看来城隍是对你下了格杀令啊！明陵800座山头，500条河道，湖泊再加上村镇，幽神少说也有2000余尊呐。我们已经尽量沿着人迹罕至的地方走了。这些山野间的幽神是妖族封神，比村镇里供奉的幽神更强。城隍的格杀令是针对我，若是实在跑不出去，你就自行离开吧。我自己走？那你呢？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幽神是我杀的，一切后果我一肩承担。好一个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蝼蚁的叫声真动听啊！管理，糟糕了！徐英，零陵城是周家的地盘，你杀了蒋员外，坏了周家的规矩，还是束手伏法吧。他和这幽神草菅人命，死有余辜。人命？你们蝼蚁的命哪有周县令的连命重要？我叫丁权，零陵的司法组。你是挪师？没错，正是挪师，这才是我人族修行的正统。打开人体秘藏，修得成仙之法，和你胡乱修行的妖法，可谓是天壤之别。我听说挪法只在一些名门望族内传播。你死鬼爹娘没本事，生出的种也是废物，活该被裁。丁某的挪法正是得自于我永州大族周家，若是你如我这般努力，也可以得周家赏识。那就是给周家当狗呗！居然还当出优越感了，复仇的机会也没有。卑贱的蝼蚁，你该感到荣幸。你今天将见到你这辈子都见不到的正头挪术。天图生我，地图长青我。
法就妄想挑战魔术，青藤之手。现在谁才是丧家之犬？不自量力的蝼蚁，被这藤条缠住就死定了。我救还是不救呢？哎，萍水相逢。放心，我会留你一条命。毕竟，周家想要活的。但是你身上其他的零件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什么？你居然没死！得感谢你的提醒。你力气再大，能打得过这无尽的藤木之术吗？藤木之术，一呼可木。大势最低。哼！临战之时的一点领悟，就能让你破了我的魔法？若是周家真正的魔法，我应该破不了。看来你就算做了狗，周家也并未将真正的魔法魔术传授给你啊！闭嘴！蝼蚁虚应！该我了！做人不做，偏要做狗。好快！狗奴才！你所谓的努力，不过是狗仗人势，欺压良善，替周家做下阿大事。杀你！去死！你也脾气不一，而且全是便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。走打！你这怪物！象力牛魔拳第四式，厄运退散，退！离开此地，去往迷住！追吧，一会儿也会后悔的。让你再打中他一拳。好强大的威压，动不了了。去死吧！好机会！
头，我允许你动了吗？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狗东西，吃我一拳！今日真诚，阴谋结下了。可恶，被他逃了。丁权司马佐，是你在施展魔术吗？你寻到许英的贼人了。小样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走。云七，谢谢你。你以为我逃走了？你为村民报仇，不惜弑神置自己于险地。咱们做妖怪的就讲究一个义字。你做到了仁义，我自然不能抛下你独自逃走啊。我是人，不是妖怪。哎，别那么肯定，万一你不是呢？我没听说过人能这么快掌握妖法的。这难道就是周家想要活捉我的原因？他们不会以为我是人妖？不，我肯定是人。我是许家平人，我父母都是许家平人。魏楚大人，他还活着，在靠泥丸秘藏第一重的生机吊着命。被乡村野夫打成这样，真是有辱挪师之名啊！是啊，即使救活了，8成也是废了，不如扔他等死，咱们快些抓捕那许应去。不，同为周家卖命的挪师，自当出手相救。多谢魏楚大人，救命之恩。丁老弟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那许英修炼妖法，又有蛇妖背后偷袭，以至于如此狼狈。丁老弟安心养伤，请拿许应一事交给我吧。走了。战得那么激烈，你什么时候从那挪师身上摸出来这东西的？卸那家伙关节的时候。哦，不愧是官吏，真有钱。炼气法门，不像是我见过的那些妖族法门，莫非是周家修炼秘藏的法门？周家是不会把正统的法门传给外门弟子的。就算是这种简化的挪法秘籍，也是不允许带出周家的。这手抄本，一定是丁权从周家偷偷抄录下来的。有意思，丁权修炼的，想来就是泥丸秘藏。他练得似是而非，实力便也如此恐怖。可见周家真正的法门肯定更为厉害。不过我的象力牛魔拳如果突破到第6重，倒也不怕丁权。云七，啊，我教你象力牛魔拳的行功之妙。啊，你先看着，对照经文。这是大日淬体，可以淬炼肉身，练出身体杂质。哦，不对呀，你练错了吧？别找了，这是大日淬体。我在与丁权对战时，领悟出的大日导引功和象力牛魔拳中缺失的法门，领悟出来不难。啊，不难，我祖孙3代都没有领悟出来，你能这么快？你骗谁啊？象力牛魔拳第6重，练成。
我躺平了，这家伙不是人。元兄，修炼象力牛魔拳的关键在于气血和醉体，气血足够雄浑，肉身足够强劲，才能修炼到下一种。我参悟出大日淬体，正适合你。我试一试。是那破？是那破庙的方向。石山神大人，会不会是那个贼人许印？听说那许印竟然刚从红山神手上逃脱，躲藏了起来。我看呀，很有可能就是他。我向还听说现在的官贼鬼鬼祟祟的在附近出没，一定也是来寻着许印的。恭喜石山神大人，这捉拿许印的功劳一定是大人您的。能抓住他才是功劳。走，去看看。我修成了象力牛魔拳的第5重，我修成了神象之力，象神一象。我祖孙3代200-300年前无意识修成象力牛魔拳第4重，没想到今天我在你小子的指点下，一会儿的功夫就修炼到第5重了。原来修炼竟然如此容易，如此简单。恭喜牛兄了。不过，你刚才突破，体内气血流动发出象鸣，必然会惊动附近的幽神和追击我们的官差。我们速速离开。是了是了，倘若被追兵堵在这破庙中，那就插翅难逃了。什么声音？追兵来得这么快，这么大动静？是幽河。幽河？00四周没有这样一条河呀。是幽界的幽河。这是幽河改道，不进人间。这些绿线是什么？是幽魂！这么多幽魂出现，人间怕是要遭殃了。仙道、人道，自有优劣。仙凌驾天地，恩泽众生；人以身奉仙，尊卑守序。此乃天道循环，不可乱也。去你！我们除了逐渡国一场，引得瘟神下界，这么做，人界可要生灵涂炭。哼，瘟神不下界，幽河如何改道？幽界怎么能入侵？那传说中的封印之锁又如何解封？可是13娘，你就是太心软了。那位的计划若成，炼气室就可再度复兴。此区区几个凡人，何足挂齿？
石山神这么快就追来了。石山神，原来是典狱韦大人。韦大人来到我的石山，可是为了那个许英？哼，明知故问。此人不和。幽河改道，我们都面临灭顶之灾。韦大人，我们若是相斗，两败俱伤，你以为呢？大难当头，我们的确要互帮互助。请。幽河改道，我们都面临灭顶之灾。韦大人，石山神，我们若是相斗3败俱伤，你们认为呢？案犯许英，认得本官吗？韦老爷，我可没钱给你。刁民，你身上有没有银子？我一看便知。不过，你犯的案子太大，本官不能替你免罪。哼，老爷要命不要钱就好。要命的话，我打死老爷；要钱的话，我真不想给。许大善人，你天生就有一种被杀头的潜质啊！许大善人，捕蛇者许大善人，这个名头在方圆百里可是无妖不知啊！哎，石山神说笑了。你作为捕蛇者，也是有些本事的，奈何为贼？沈老爷和关老爷不给一条活路，草民只有杀掉沈老爷和关老爷，自谋活路了。哼，这是妖性！许英，你妖性难驯。你看石山神，他便被驯服得很好。韦大人，你给周家做狗，我给幽司做狗，都是一丘之貉。这幽河水还在涨。上房。两位老爷可知，幽河改道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不清楚，本神只知幽河改道，上游必定死人无数。如果河水继续上涨，这里被淹是迟早的事。不到1个时辰就会天明，到时幽河自然消散。你看，幽魂都在往那口井里涌去，似乎井中有东西在吸引它。是后院凉亭的那口钟，看来那钟是在镇压井中的东西。没想到这破庙中居然有此等重宝，可是为何这等宝物会被挂在这里？元兄啊，你说钻到这钟里会不会很安全？你真是大才啊！这井中镇压的到底是何物？身体不听使唤，那井中的怪物在控制我的身体。啊！棺材！
不能撑住啊！还好。这是什么怪物？这是幽神，至少活了万年的幽神。这幽神目标失踪，走了。希望大钟能撑得久一点。这猛吗？这要是用来砸那些追来的神老爷，我一下一个饼子。走开！都给我滚开！别去！也许幽河改道并非偶然，或许是有人为了解救景中关，不惜制造大规模死人事件。景中关里埋葬到底是什么人？这钟怎么跑了？此等仗势，关中必是他兄之人。天气凉了，马上天亮了。这是哪儿？我还活着吗？那口大钟呢？那些高大的巨人呢？
想到3000年后醒来，第一个看到的人是你。你在和我说话吗？这样也好。这井中被镇压的存在，还是屠坤。不过长得挺好看，可是是个女鬼，说话还奇奇怪怪的。此女的气息好强，许英。啊！许英，我失去了一条腿，你要是抛下这个蛇妖，一个人逃走，我追不上你。朋友昏迷，我岂能一走了之？朋友？你把蛇妖当朋友？他在危难的时候没有抛下我，所以我也不会丢下他。速战速决。好大的力量，他真的是人类吗？这家伙怒发厉害，一往天先把兵器夺走。力气不是一般的大，不能正面迎接。好快！你往哪儿跑？真接受！没把老夫的刀夺走，就奈何不了你了。小子，老子要撕碎你，把你的骨头一个一个的拆下来！撞死你！可恶，找死！看你往哪儿跑！好大的黄口！崔英，一会儿有你求饶的时候。来呀，大狗！找死！住手！你身上的皮毛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好狠的畜生！还有魔石。这家伙太抗揍了，要收拾他还得费些功夫。以1敌3，独立。小子，这次算你走运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弑神者许应，你果然有弑神的实力。不过，你与十三郎两败俱伤，还能对抗得了我吗？现在我有伤在身，只能先将韦老爷引开，再想办法脱身了。韦老爷这一手好算盘，来，咱们战过再说。好魄力！别来无恙啊，蝼蚁许应。多谢为兄帮我驱毒，若非为兄大救，丁某已是黄泉之鬼。你我是同僚，救你是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？哎，对为兄是举手之劳，对我却是救命之恩。丁某自有饱读圣贤之书，知道礼义廉耻。为兄的恩德，我没齿难忘。心领了，当务之急是拿下这小子。2对1，有些棘手啊。就算是这种简化的弩法秘籍，也是不允许带出周家的。天魂生白虎，地破产青龙，万载貌如同，天破为阳，地破为阴。进入泥丸，降之技术。你从哪里得来的泥丸营井炼气法？这明明是周家故传。心定得这么狠！为兄，是他逼我的，是他逼我的，你别害我！他在吸收铁人观的生机。我救过你的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好好活着，不会辜负你的救命之恩。许英，这是为你准备的无藤，你的阴阳之力也奈何不了。魏兄，要怪，只能怪许英这个刁民多嘴。他说出泥丸引井炼气法的时候，我便不得不杀了你。我不想被周家主酒足啊！我家里还有媳妇，还有3房小妾要养，我也是个可怜的人儿啊！是许英杀了你，不是我。魏兄，我这就送这刁民去见你。刁民许英，是你杀了我的救命恩人，今日本官要为魏大人报仇！你放屁！元清，你醒了！哎呀，看我怎么以德服人！又是你！来，这报毒之仇！很可鸟，无亦可鸟！我元兄，你先撑着，我找破解之术。交给我了！鸟！杀了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怪罪在其他人身上。你夸自己自有读书，我看你读书读到狗头里去！他的人是许英，帮凶是你这条一蛇，我为救命恩人报仇，诛杀你们2个败类，义薄云天！天魂生白虎，地破产青龙，存教之术！死吧！象翼牛魔拳，气冲牛岛，区区妖法，休要成果！姓丁的，虽然我不是狗，但是你是这个狗呀！连一丁点的人味都没有！
泥丸，丹田气盛。爷爷一拳！混账！运宝泥丸在，丹气无上。打不过，到你了，小子！干得不错，云兄。我已找到破解之术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哦，刚才看你的战斗，发现其中破绽颇多。你的挪术和不死之身，其实没那么难破，只要寻对位置，杀你易如反掌。说起来，你拿到这门挪法不过半日，也敢谈破解之法？可我钻研妖族功法50余篇，这泥丸银井是最粗陋的。妖族功法最高境界就是采血期，魔法提血都不配。藤木大圣之术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看穿我的魔法！我的额头无法控制了，快过来！结束了！我怎么都不灵了？我说过杀你易如反掌吧？你看，我没有骗你。从功法运行路径来看，泥丸秘藏是出自大脑。我了解了你的挪法运行路径，又知道你的挪术招式，所以杀你非常简单。你不应该杀掉韦楚。他的功法我没有见过，一时间破不了。你对尸体解释什么？我怕他死得不明不白。我听村里人说，死得不明不白就会变成厉鬼。啊？你信这个？哄小孩子的？元兄，秦岩洞还有多远？远方还有100里。这次回洞不修炼个1800年成为妖王，绝不下山。哎呀，世道太乱，妖不聊生啊！你们下山之后不要往西北走，另外最好洗个澡。血雾的气味很重，妖神可以根据气味追踪到你。石山神，你为何放过我们？你即使人性未泯，但妖性更难驯。我曾经，我很期待你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是人，不是妖。我肯定是人，绝不是妖怪。我家住在徐家坪，我有父有母，我父母都是人。我父名许安，我娘名叫田蕊君，是田家坪人。我肯定是人，肯定是人。如果你真的是人，为何能练成我妖族功法和拳法呀？我不知道，不只是妖族功法。我觉得那个泥丸银井炼气法，我也可以练，只是没有寻龙定位和开启秘藏的法门，没有办法开启泥丸秘藏罢了。你真不是人！你看剑山，这缺口正对的，
好像是石山的方向啊。是那口钟。这口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还以为它被卷入幽界了。剑山的那个缺口，难道是他撞出来的？他受伤了吗？你，哎，别乱来，会死人的！徐静，快回来！你还没有给老许家留个种，你死了，老许家就绝后了。好秀气的手掌，可能是那个漂亮女鬼打出的印记。哎呀，哎呀！你冒着被大钟敲死的危险，就为了摸他一把。昨天晚上，我们靠他才在幽河改道中存活下来。他受伤了，我们当然要摸一摸，安慰安慰他。我家的猫狗都是这样抚摸就会冷静下来。好像有点道理啊。你快点回来！他要死了，待会儿爆开，炸得你满头满脸都是血。你刚才摸了他，被他赖上了。啥？他受了重伤，难以自保。你摸了他，他就赖上你。我就说路边的东西不能瞎摸吧。我如今正在被城隍和官府通缉，屁股后面挂着这口大钟，生怕人看不到听不见，我可能活不过半天了。他讹上你了，我就不信了。这可怜娃娃呀！元气，元气！我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东西。我的天哪！这应该就是昨晚幽河里攻打破庙的存在。他怎么停了？看来他很害怕前面的东西。哦，骸骨上有经文，几万年前的文字，谁看得懂啊？去你妈！哎呀，你骂我！士可杀不可辱，我要跟你绝交！元兄，不是我，是这经文上就这么写的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能读懂万年前的文字？你骗蛇！绝交！啊！